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呢是羊毛出在狗身上，由猪买单。平常大家都是讲羊毛出在羊身上啊，你怎么会讲羊毛出在狗身上呢？还由猪来买单呢？那这句话有没有讲错啊？没有讲错啦。羊毛出在羊身上啊，这句话呢，大家经常在说啦。那意思也很容易懂哦。它是在比喻呢，你所获得的利益啊，实际上是来自你自己本身啊。就好像说你买一辆汽车了哦，你要多加一些配备的话呢，那厂商就会把这些成本呢加进售价里面嘛。最后这些成本也是转嫁到我们身上啊，由我们来支付啊。这个叫做羊毛出在羊身上啊。那羊毛出在狗身上，由猪买单，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是在比喻啊，羊跟狗在做生意啊，利益是来自羊或狗啦，但是他们之间的发生的成本呢，却转嫁到不相干的猪身上，由猪来支付成本跟承担后果。也就是说，利益由一方提供，但最终成本却由另一方来支付啊。意思是这样子的啊。我们举例来讲比较明白。我们大家都有信用卡嘛，对不对？那发行信用卡的银行呢，它会举办一些优惠的活动啦，像什么免费机场接送啦，或者累积点数可以升等商务舱啦，或以点数呢免费购买商品等等啊。那这些优惠活动也是一种利益叫做羊毛啦。那我们持卡人跟发卡银行呢，彼此是在做交易嘛。那彼此都享受了这个活动的优惠就是羊，我们跟银行就是羊跟狗的关系啦。但这些优惠活动也有它的成本嘛。而这些成本呢，实际上呢是由参与活动的厂家来支付的。所以这些厂家或商家就是猪啊。那表面看来呢，各种优惠活动是银行给我们，因为我们对银行嘛，对。但其实这个成本是由那个后面那个商家来承担的。那这些商家就是叫做猪啦。那这个就是羊毛出在狗身上，由猪买单的道理啊。那我们用这个例子来解释，大家一听就懂了。那这句话它带给我们的启示跟省思是什么呢？现在的生意形态跟社会形态已经是跟过去传统不一样了，尤其是疫情过后呢，变化更大，很多事情已经不是照着羊毛出在羊身上的这个常理在运行的，也就是生意不是被同行打败的啦，是跟我们这一行无关的因素打败的这有点像池鱼之殃的道理啦。以为呢一个宝贵的戒指啊，那掉在这个鱼池里面了，结果就把鱼池的水呢都抽干之后，想找那个戒指嘛，但是呢没有找到这个戒指，但是因为把水抽干了嘛，造成池子里面的鱼呢全部死光光了。这个就是池鱼之殃的典故啊。意思是说池子里面的鱼啊死得很冤枉啊。从前有个名叫池仲鱼的人住在城门附近。那有一天呢，这个城门呢忽然着火了，那天气又干燥，又刮着大风，火势一发不可收拾啊！大火蔓延得很快，没有多久呢，就浓烟密布烈焰冲天连城门外的那个池仲鱼他自己的家呢，都被烧得化为灰烬了。那不但如此呢，那这个池仲鱼还被火困住无法逃出最后呢活生生被烧死啊。那以后人们呢就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就是出自这个典故了，用来比喻呢受到灾祸波及的无辜者也是死得很冤枉的意思了有一部科幻小说名字叫做《三体》
是中国大陆作家刘慈欣啊，他的著作啦啊，在2006年啊，这个他的这个著作呢，在2006年呢，在这个《科幻世界》这本杂志上呢连载啊，它是一部长篇的科幻小说了。那这个《三体》系列的书呢，总共卖了3000多万本哦，很多。有一个电视频道，大家可能都知道，英文叫做 Netflix 啊。那他把《三体》的这个系列的书呢，以英文版的电视剧呢来呈现，英文叫做 Three Body Problem 啊，在今年的2004年1月开始上映了。那这个里面有一句话呢，跟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有关呢啊，叫做我消灭你，与你无关呐。那这句话听起来有一点嚣张哦，你都被我消灭了，整件事情却跟你无关，实在令人不解啊。所以这句话也是充满了大智慧啊，值得探讨啊。说明了目前整个世界的大趋势呢，尤其在疫情过后的新时代，它更是揭示了整个人类世界前进发展的这个变化无穷啊，套路完全跟以前不一样了。比如几年前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呢，啊，锁国的锁国，封城的封城啊，大家都被行动管制宅在家里嘛，在百业萧条中啊，唯有快手面的生意是一枝独秀。那我有一个朋友呢，在中国大陆是生产快手面的哦，他跟我说啊，疫情期间呢，他赚翻了啊，生意好到不行啊。那个不是交通都管制吗？他的工厂在快手面出去的这个通行证是通行无阻的，但疫情过后呢，快手面的销售量急速下滑。那他们的竞争对手也不是自己同行嘞，是谁啊？外送的 Food Panda 跟 Uber Eat 啊，大家饿了就在家里打个电话叫卖的啊，叫外卖的啊。那我们在家里以逸待劳，那这个多么方便啊！现在改变了嘛那以前我们在超市收银台排队的时候，无聊的时候啊，就会看到那个旁边有那个口香糖，对不对？拿个几盒啊，顺便买几盒。还有卖电池的也是一样嘛，对不对？那今天大家都在滑手机啦，活在手机的荧幕里呀，看 Facebook 啦，看 YouTube 啦，看 Instagram 啦，玩手机等等。所以现在很少人在买口香糖了。所以打败口香糖的不是轻健也不是 Extra 啦这几个口香糖的厂牌而是智慧型手机还有现在在台湾很多县市都有引进那个 U-Bike 共享的单车花不到几块钱呢，就可以骑到任何你要去的地方。停下车后呢就把车锁住，走人了，不用管了。那这种东西一出来以后不但对计程车的生意造成直接的影响连卖单车跟修理自行车的店铺生意都一落千丈。还有现在的连锁超商店到处都是服务范围呢也是无所不包而且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住家附近方便得很那传统的杂货店已经完全没有存活的空间了，纷纷关店，谢谢收看了，走入历史那以上我们所举的这些例子呢，都是大势所趋你即使有很大的力量虽有大力莫之能力那这种现况跟趋势是很现实的也是很残酷的，杀人不眨眼也不会流血的所以《三体》这本书里面讲的，我消灭你，与你无关，就是我把你消灭掉。哎呀，对不起不好意思这不关我的事我根本无法关注到你，我只是一个不小心。就让你很倒霉了啦，这个叫做我消灭你，与你无关就好像呢，明明是羊跟狗在做生意但所有的成本跟代价却由不相干的猪来承受，有些不合常理的但这个是今天这个时代跟社会的现实状况其实各项运动比赛用各项运动比赛来解释呢，道理也是通我们用羽毛球比赛来解释好了。2位选手上场比赛
一位是有主场优势的地主队啊，那另一位是没有主场优势的客队啊。那没有主场优势的这位呢，啊，受到现场观众一面倒的喝倒彩哦，最后呢失败了。那其实不是他技不如人啊，而是受到球场外的因素干扰而影响表现啊，这个就是《三体》这个系列的书中所标榜的道理啊。可以卖到3000多万本啊，可见他所阐述的这个利润基础有多大的魅力啊，才会吸引这么多人来看呢。那其实这个道理就跟羊毛出在狗身上，由猪买单的道理有异曲同工之妙啊。他告诉我们什么？成败不再是操之在我喽，而是被外在不相干的因素深深的影响。现在的时代就是如此啊，生意很难做，大环境变化很大，连带影响大众的消费习惯也跟着改变嘛。那一些无法灵活应变的店家啊，生意做不到几个月就换人做做看啦。当然不被影响而生意兴隆的也是大有人在了啊。然而时代在变，社会在变，人心也在变啊，这确实是一个趋势啊。那我们如果对这种趋势跟局势没有培养好适应性跟灵活性啊，同时也没有认清楚我们竞争的对手不一定是你自己的同行哦，而是与我们这个行业无关的诡谲的局势哦，这样我们就会搞不清楚到底竞争的对手是谁呀？甚至生意或事业是怎么被淘汰掉的都搞不清楚，或人生烦恼困惑一重重啊，却认不清苦源到底在哪里啊？烦恼的缘起在哪里啊？那这样怎么去化解烦恼呢？对不对？就好像说要打仗了，却认不清敌人是谁呀？也不知道为何而战呢？那这个仗要怎么打？因此，现在要做生意或经营事业呢，甚至要安身立命或了生脱死都好啊，要开始懂得换个角度看人生啊，重新看待我们的对手到底是谁，我们要面对的考验跟挑战是什么？现在走在街上，看着川流不息的人群啊，连小偷都会哭啊，因为现在的人出门身上没有带很多现金啊。甚至也不带现金都是靠手机支付的嘛。我有时候出门也不带信用卡，也不用手机付款我是用这个 Apple Pay， 苹果的这个手表 Pay 更方便了。那小偷根本就无从下手啊，所以这个流传几千年的小偷这个行业就这样被毁掉了。而且现在连手机也很难偷的啦，因为每一个人走路、坐车、吃饭都在看。这个叫做一机在手，天长地久啊；机不在手，魂都没有啊。每个人每一天时时刻刻都是机不离手，机不离身的。小偷根本没机会偷啊，所以干掉小偷的不是警察，而是手机。现在银行也早就不用存款簿了啦，都是用网络银行嘛，所以每个人都要懂得操作手机的各种功能哦。这是现代新模式的新科技的新生活，我们再不学习这些新的事物就只能等着呢被淘汰出局啊！其实修行团体的文法、说法、传法也是一样的道理哦。你不学习科技文法，好像现在我们这个上线来读书一样的嘛，对不对？科技文法、科技传法。你没有这样子做，还在土法炼钢，那当然会感觉时不我与而被淘汰了。即使没有被淘汰，你做起事来也会事倍功半，浪费很多时间的，因为你不懂利用科技啊。不过话虽然这样说了我们也不能操之过急而偏离中道。有些事情的确是要与时俱进的创新呐。那有些事情则是要守之不动的守旧以实际的修行法门来讲宗门是要入人群去做事情嘛，所以要因以何身得度者，则现何身而为说法。那这个就要与时俱进，
而且要关机斗教啊，随机应变的，那才会接地气嘛。所以宗门可以创新啊，然而法脉是要入经藏修慧啊，这个要原汁原味，亘古今不变呐，要守之不动，屹立不摇啊，那这个就不能创新了。所以法脉必须守旧。那这个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任何事情都要不偏不倚，不着两边，依中道而行。佛法上叫做中道实相，也才是实相，也才是真理的。那这个是放诸四海皆准的。好，我们言归正传了啊。洗衣机最早出现在台湾50年左右了，但那时候只有一个洗衣功能的单槽而已，只能够洗衣服而已，没办法脱水啊。后来发明双槽洗衣机，洗衣加脱水。当初洗衣机一上市的时候呢，有人说：“哎呀，洗不干净呐！”犹豫了几十年了，结果呢，比别人多用手洗了几十年。20年前呢，说将来拿着手机可以全球视讯开会或对话哦。有人说：“哎呀，这个在做梦啦。”那20多年前也有人说：“坐在家里拿着手机就可以遥控一切的呢，透过手机上网购物呢。”很多人也不相信啊。那10多年前说以后可以透过手机购买火车票跟高铁票，有人说这是做白日梦啊。那10年前也说手机可以替代取款机哦，可以随时随地的支付去购物啊，有人也不相信啊。以前我们也无法相信啊，无法相信什么？开车可以不用抓方向盘的哦，结果现在不但可以不抓方向盘了，甚至还可以无人驾驶哦。不过最好抓的方向盘呢，因为这无人驾驶的或者是那个什么车速定位那个还是常常会发生事情的，最好抓住方向盘啊。现在为了节省能源，节省这个节能减碳呢，那电动车产业已经成为未来的趋势。传统的内燃机引擎汽车很快就会面临淘汰的命运了。AI 人工智慧的自动驾驶也会很快就上路哦，因此会被淘汰的行业很多。这些都是摆在眼前的事实，你信不信都没关系啦。但是这一切都在无声无息中，一个又一个的在梦想成真了。等我们再观望几年当这些梦被别人实现的时候呢，我们才是真正的在做梦啊。尤其疫情过后的人类生态一直在变幻无穷啊。现在能打败我们的不一定是我们的对手啊，而是我们不认识的过路人呐。举个例子讲，疫情期间Nikon 日本那个相机Nikon 退出中国大陆裁员2000多人，很多人以为Nikon是被同行打败的，没想到他是被毫无相关的这个智慧型手机打败的是受到这个智能手机普及的影响其他好像其他像这个柯达软片Nokia 啦、手机啦、Motorola 啦、富士底片还有其他许多各种不同的行业等等都是被这些不相关的对手所消灭，实在是被消灭的很冤枉所以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我们永远无法想象下个竞争对手是谁你也很难猜得到。即使现在科学家已经发现有新的病毒正在威胁人类目前也是束手无策甚至没有疫苗可以对付听起来多恐怖其实这个也不是现在才有啦，当初的那个 COVID-19 也是没有解药那这种病毒是来无踪去无影，看不到摸不着所以现在科学家干脆把它统称为 X 病毒。那这个病毒对人类的威胁是现在进行时我们也是要密切观察，留意它的进展。所以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一个足够开阔的学习心态，甚至是强迫自己学习。每当有新鲜事物发生，或每当有新兴行业兴起的时候呢，多多去了解，就像现在最夯的电子科技 AI 一样提早去接触，提早去了解这样才能与时俱进，跟新时代的新科技无缝接轨
也才能比别人早一点看到未来，早一点抓住应变之道，超前部署啊。那这个就要有所准备了，因为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呐。犹豫没有办法给我们任何的保障，不能犹豫不决的，所以才说想是问题，做是答案，输在犹豫，赢在行动啊。我们可以从生活周遭呢，从那些成功致富的人身上呢，学习到一个定律哦，就是越是犹豫的人，或越是优柔寡断、动作慢半拍的人呢，越容易陷入贫穷哦。这个几乎是铁的定律啊。所以要做出改变，只有一个方法，就是靠读书。读书才能改变观念，提升自己，改变气质，改变命运啊！不管你是看实体书啦，或是看电子书啦，或是参加读书会啦，或是在这些都是在读书啦。那读书的目的也不只是在充实自己的知识跟学问呐，最重要是懂得做人处事的道理啊，跟培养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呐。而人生也唯有不断的学习，关键时刻一到，才有可能达到一理通而万里彻的这个成效啊！这才是读书的真正目的啊，也就是培养我们的领悟力啊。我们去问现在的年轻人请问读书的目的是什么？他们不一定可以答得很精准呢，甚至答不出来呢。去问现在的大学生也是一样啊。他不一定可以回答得很贴切哦，他们可以学习到高深的知识跟学问，但你问他学习跟受教育的目的是什么？一般的回答都是读书的目的就是要选一个好的大学啊，修一个热门的科系啊，将来毕业找一个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啊，再交一个好的对象啊，或者选一个好的配偶啊。再选一个好的对象啊，将来成家立业啊，等等啊，这样就可以过一个幸福快乐的日子啊。但我们不能讲这样子的回答是不好或不对的啊，毕竟这个也是努力的目标跟方向嘛，更是人生前进的动力嘛。然而，如果能够再补上一句，读书受教育的目的是在了解做人处事的道理，就是这么简单，但是答不出来，那这个就是更高一等的有志青年智慧的智啊，相信能够这样回答的人不多啦。看起来很简单很基本，但是能够这样回答的人不多。有一段诙谐的这个问与答趣闻大家听听看回答的有没有道理就问他长得太矮怎么办呢？靠读书啊。为什么？因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对不对？再问，买不起房子怎么办？靠读书啊，因为书中自有黄金屋。长得太丑怎么办？靠读书，因为腹部有诗书气质华啦。好，那单身而一直找不到对象怎么办？也是靠读书啊，因为书中自有颜如玉啊，对不对？你都讲要读书，好，那不想读书怎么办？这个也有答案这个就要找善知识呢，多找善知识去谈话，因为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很有道理嘛我们读书会曾经提过要化解人生的疑惑或烦恼呢，就要守住2个原则啦。亲近善事，修炼正法。亲近善事就是多接触良师益友啦，修炼正法就是多学习正知正见。那这个都要从自己本身的改变去做起才有可能从改变自己的过程中呢，巩固自己一旦能以正法巩固自己的话呢，那就是法身而不是肉身是法身法身才不会被命运操纵，以法护身才不会被时代淘汰。所以要以法为师，道理在此嘛。一个人应付环境变迁的能力跟自己的身心状态是息息相关的。
身心都处于极佳状态的人呢，他的体力跟心力呢会协调的比较好啊，这个对应付变迁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身跟心都要训练啊，只练心不练身，会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很有爱心，但很没有体力，这样就很难把爱心化为行动。那只练身不练心，身体很强壮，但心灵很脆弱，这样就会成为一个容易受伤的人呐。所以变跟不变，也是要从观念上先能做到去无存精呐，也就是要先从无明变成光明呐，智慧才会显现。举个例子啊，孩子怎么教就是很难改变。这个时候孩子不变，我们做父母的就要变。不能改变别人的时候，就要尝试改变自己嘛。同理啊，不能改变先生的时候，太太都要懂得先改变自己啊。不能改变太太的时候，那做先生的就要先改变自己啊。不能改变学生的时候，老师要自己先改变啊。老师很爱发脾气，叫学生不要生气，这个怎么教啊？对不对？所以方法用错了，就要勇于改变，才不会一直重蹈覆辙，甚至一直在复制烦恼。如果这样还一直做，就叫做青梅牛做黄冈啊。方法变得好，路自然就通，叫做变通。山穷水尽疑无路，不是没有路，而是我们自己钻牛角尖。然而一旦学会了变通，就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达。那穷则变的意思就是一件事情发展到尽头而无法突破的时候，我们就要寻求改变啊。那变则通的意思就是，当这件事情获得改变或改善的时候呢，以后的发展就自然通畅的啦。那通则达的意思就是可以长久的永续发展下去的啦，永续经营啦，所以任何问题都有解决之道，只要自己能想办法去求变。能改变就是好多春呐，不改变就是疑无路啦。那疑无路不是没有路哦，或路不通哦，而是心不通啦，所以才说心通路就通嘛。现在的社会形态跟人心动态，你不自我革新啊，不自我变革啊，就只能等着别人来革你的命啊。时代在变，潮流在变，观念做法也一定要随之变通啊。这个不只是指做生意，连求道文法也不例外哦。你还在墨守成规、食古不化，变成法道用时方恨少，不是没有法，而是没有旧法新知，也没有新法必知，所用之法接不了地气，也就是用法不懂得弹性绝妙，用法死板板的，当然就无法对机啊。这些道理，我们如果不去学习，那不成长，那谁也帮不了我们呐。一年后的我们依然还是我们呐，只不过年纪大了1岁而已啦，对不对？所以观念改变命运，思路决定出路。为了社会进步，为了我们跟家人不被这个社会的趋势所淘汰，我们必须强迫自己改变思维啊。有些事情我们为了要生存下去，只能强迫自己去学习啊，去改变。就好像使用手机嘛，不管大人、小孩、老人，人手一机啊，而且适应得很好啊。你强迫自己必须适应啊，只是每个人对手机的功能的使用哦，那个技巧厉害不厉害而已啦。那家里传统电话现在也没人用啦，对，因为大家都是靠手机的嘛。那这种改变也是人人都会被强迫去适应的，否则你就无法生存。上个月凯米台风来啊，造成花莲铁公路全部中断嘛，那台风过后的第2天呢，我先生都安排好了，因为西部没什么事情嘛，那我就走南回，从花莲走南回，绕一大圈回到台北，再从花莲站要搭车的时候呢，才发现完蛋，忘了带手机出门，但是又不能回去拿哦，因为下一班要等5个钟头啊。哎呀，进退两难啊，只好硬着头皮过了5天没有手机的日子啊，造成失联的5天，我无法联络别人，也无法联络事情，
别人也找不到我。那时候我感觉自己好像是与世隔绝，跟社会人群脱节，所以才说现在是机不在手，魂都没有啊。但是电脑就不一定了，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呢，即使不会电脑，也不会影响他的生活啊。然而会不会电脑，对有些人来讲，则是影响巨大。以我来讲啊，如果不是30多年前，我强迫自己学习电脑。如果不是30多年前，我就把所有的笔记都很有系统的归纳收藏在我的电脑里面。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呢，今天的线上这个读书会就没有意义的啦。现在已经讲到220几集了，加入我们这个线上读书会的群组平台的这些有心人、有缘人啊，包括新马跟台湾啊，已经超过3000多人了。这些都是有缘人跟有心人。所以当初如果没有与时俱进学习电脑，是不是现在影响很大呢？现在最夯的 AI 人工智慧开始要融入我们的生活中喽。不去面对或不去了解而不去学习的话呢，肯定会跟社会脱节，而变成社会的边缘人啊。那这个时候就真的是羊毛出在狗身上，由猪买单呐。同时也会是我消灭你，与你无关呐。哇，真的是会很惨呐，很冤枉了。好，我们今晚读书会就分享到这里啊，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